什么是美元霸权？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现在美金有可能会崩盘？这个美金如果崩盘的严重后果，你可能会输清光你所有的资产。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过去我投资30年的心得和经验，其中包括输清光我的全部身家的2次，让大家可以早做充分的准备，面对未来可能会引起的金融市场的动荡，做好准备，让大家安然度过未来的一些危机。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请马上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我的视频的上载了。最近呢，美国国债利率呢是不断的上升，10年的美国国债利率已经涨到了超过 2.8% 了。我们经常听到美国联邦储备局就快要加息了，5月份要加息了，其实真正市场里面的利率老早已经涨上去了。而当美国的利息不断的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的利率不断的下降，到了最近出现了美国国债和中国国债收益率倒挂的这个现象，很多人马上解读这个对中国不利啊，很多的资金会从中国的债券市场抽走回到美国的债券市场啦。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传统的智慧里面，人家认为美国的国债的风险要比中国的国债风险要低，因为他们是世界货币，而且呢，美国的信用良好，所以它的评级要比中国的评级要更高，所以它的利息应该是更低。在这个传统的智慧里面，现在中国同样年期的国债的利息要比美国相等国债的利息要低，他们觉得是不合理了，一定会导致资金从中国的国债抽走去买美国国债。但是他们看漏了，其实这个正是美元崩盘，美国的金融市场可能会发生一个大灾难的前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首先，美国的利息上升有可能是因为美国现在通胀失控了。大家看到美国最新公布的3月份的通胀已经去到了 8.5%， 这是在近10多年来最高的一次。那当一个通胀上升的时候，它的货币自然应该要贬值，而且我们看到美国的通胀会在未来不断的上升，所以我们也预期美金相对来说不断要贬值。相对来说呢，中国的通胀到现在为止还只有是1点几个%，相对美国是要低很多。那我们看到人民币相对未来会比较坚挺。如果你今天去看美元指数的话，它是在不断的增长，相对日元啦、欧元啦，它都是不断的在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使到资金要找避险天堂。美元相对来说是个避险的货币，所以很多的资金跑到了美元里面，美元是涨了很多了。但是我们看人民币的话，人民币相对来说也是非常的强劲的。所以一个债券的投资者，因为他买的是10年的债券，如果他预计在未来的10年里面，美元因为通胀而贬值的话，他们就不愿意买债券，或者他们是要求有一个更高的收益率来赔偿他们未来可能会见到美元贬值的风险。如果大家相信中国的通胀没有那么厉害的话，人民币贬值在未来没有那么严重的话，相对要求的收益率也没有那么高。所以这个可能是第一个，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利息要比美国的要低。那其实呢，还有另外2个很可怕的原因。第二个，大家看一看今天美国所欠的国债已经是到了根本无法还掉的一个数字了，而且每年还不断的在提升。那我们用 common sense 来看的话，如果一个人欠债累累，根本是无法去还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信用评级就会很差，我们要求的利率也会很高。那为什么美国的国债在过去10几20年都是这么低的利息呢？那是它享受的一个，它是世界储备货币的特权，而这个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正在日渐的减弱，而且今年开始，它这个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是更加岌岌可危了。那如果我们要了解美元的未来，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
美元的过去的演变。所以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美元发展的历史。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英国打仗的时候欠下债务重重，所以它的英镑失去了当时它的世界储备货币的这个地位。而当时的美国呢，拥有黄金的数量是最多的，美元就成为了世界的货币。到了1971年的时候，因为当时的美国赤字重重，所以很多的国家呢到了美国那里拿着美元要求换黄金。所以1971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尼克森把黄金和美元脱钩，美元这一下子就开始崩盘了啊！所以一开始跟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是跌了很多很多。之后，美国跟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呢谈好了一个条件，就是所有阿拉伯的国家只收美元去卖石油。那因为很多的国家都需要买石油，所以美金成为了很多国家一定要拥有的或者是转换的一个货币。当然其中当中有2个国家不配合，一个是伊拉克，结果他的萨达姆·胡塞被美国的军队打入了之后给推翻了。另外一个国家是利比亚的卡塔菲，最后也是给美国策划的革命把它推翻了。所以这个之后，所有全世界的石油交易都是用美元来结算，背后的银行系统 SWIFT 也是用美元结算的，所以美元这个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就稳稳的。但是到了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之后呢，美国是大量的供应货币，就是印钞票。这个钞票背后有没有黄金呢？没有，只是印钞票。所以大家看到美国是滥用了它这个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来印发钞票。印发了钞票之后，货币泛滥一定会引起通胀。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通胀呢？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80年代开始，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全球的生产输入了美国，使到美国源源不绝的有廉价的进口产品，所以美国的通胀没有上升。但是大家看到钱太多了之后，我们不需要买1000万件衣服，不需要买1000万台电脑或者电视机，那多余的钱到哪里呢？在美国的话，多余的资金就进入了股票市场，所以美股从08年开始长达一个10几年的大牛市，把美国整体的股票涨了3到4倍，当中有很多的股票涨了超过10倍也有。当然在亚洲，这也造就了亚洲的房地产，因为华人还是喜欢买砖头买物业，所以香港的楼涨得不得了，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的楼也涨得不得了。这也是因为在过去10几年的量化宽松的一个后果。那几年前呢，中国内地有经济学家已经看到这个不对啊，我们全世界在帮美国人买单，美国欠下了债乱用钱，谁来帮他还钱呢？就是我们这些买美国债券的人在帮他来还钱。但是我们出口了这么多产品，手头上收回了这么多美金，不买美债又不知道用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开始了一带一路，开发新的市场，帮很多的国家去搞基建，就是希望把手头上这些美元可以好好的投资。这个触发了美国的神经，他看到中国是有能力去威胁美国的美元霸权和他美国作为世界老大哥的地位。从特朗普开始，美国就把中国作为一个敌对的对象，处处针对中国。那一开始呢，中国也是很有礼貌的跟他谈贸易战，到了现在大家基本上两边都是吃鲁鲁的，互相的指责对方了。到了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马上就把俄罗斯很多的美元资产冻结，而且进一步的威胁中国，如果中国不配合的话，可能他也会制裁中国。那大家知道，中国这个时候已经有超过1万亿的美元债券，如果中国这么多的美元资产给美国冻结的话，那对中国来说是损失惨重。所以就像一个投资者，如果把整副身家放在一个不友善的邻居的家里，
我可能要分散风险，要慢慢的把钱拿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最近的几个月已经每个月都有抛售美债，当然这个抛售的速度还不是太多。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谈到美元作为一个世界储备货币，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买卖石油的交易是要用美元来结算，但是在这个时候，全世界第2大的石油出口国俄罗斯不能再用美元结算，而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中国和第3进口国印度也希望不再依赖美元作为他们唯一交易的货币。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石油在未来一定会用其他的货币来做结算，美元不再是唯一一个结算的货币。那这里呢，美元少了一个支持它过去40多年成为世界货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也开始要抛售美元的国债，而我相信这一次美国把俄罗斯的财产冻结了，也使到不光中国一个国家，其他的国家也要考虑到分散风险，所以他们也可能会加快抛售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元国债。那当大量的美债被抛售的时候，美债的价格就会下来，而一个价格下来了，它的收益率相对就会上升。这也是我们看到最近开始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非常快的上涨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们没有最新的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字，但是我个人猜测，在3月中开始，中国开始加快了抛售美国国债，不要美元。那这些钱放到哪里呢？其实我们看到放在欧元也可能被制裁，欧洲的通胀也是非常厉害，而且欧元背后也是美元，其他的货币背后的外汇储备也是美元。那如果美元崩盘的话，其他的货币也会崩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黄金的价格是上涨了，白银的价格是上涨了，其他的贵金属和能源包括石油的价格是上涨了。我们现在不再相信纸币要真金白银，甚至是 real estate 物业的价格也上涨了。当然今天美元还没有崩盘，但是我们不可以不准备这个可能性，因为一旦美元崩盘的话，对我们所有人的影响会很大很大。第一个，你手头上有没有美金？如果美元崩盘的话，那这些钱就不值钱了。其实今天通胀已经使到这些钱慢慢的不值钱了。如果美元崩盘的话，那通胀一定会直线的上升，我们所持有的美金当然就不值钱了。那好了，如果你说我没有美金啊，你的钱包里有没有其他的货币？因为其他的货币背后也是美金，所以这些货币也会贬值。你今天看一看你银行里的存款有多少钱，如果每年通胀是 8.5% 的话，你每年的钱就不减掉 8.5%。一旦美元崩盘的话，有可能这个通胀会到 20%、30%甚至40%。我们看到以前在阿根廷啊、土耳其啊其他的国家，一旦货币崩盘的话，通胀会涨得不得了，手头上的现金也就不值钱了。另外呢，我们要避免债券的投资。传统的智慧告诉我们，债券投资是低风险的，但是一旦货币崩盘的话，我们持有的债券其实就是持有了未来拿回来的货币，那未来拿回来的这些钞票纸币不值钱了，债券马上也会崩盘。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要赶快把这些钱它的价值消失之前好好的去投资。那投资什么呢？我们如果没有学好的话，买股票会输得好惨，就算买楼也会有输钱的风险。所以第一个要投资自己的脑袋，要投资先求知。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就算美元马上崩盘的可能性会很少，问一问自己，万一美元崩盘了，所有的钱不值钱了，包括银行体系崩盘，我们所欠的债也要马上还了，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可以度过这个严峻的金融灾难？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做好分散投资，把你的资产投资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资产的种类，其中包括一些可以对抗通胀的，像黄金啊、白银啊，这些贵金属啊、石油等等这些资源里面。当然在这个动荡的时候，拥有财商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也希望在未来在我的视频里面可以给大家再分享多一点我对宏观经济、我对投资的一些看法和经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点赞和分享出去。你对美元有什么看法呢？你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下次再见。